这次 iPhone 17真的可以入手了，颜色超级好看，超广角镜头、续航、快充都升级，甚至萤幕规格跟前镜头都跟 Pro 一样，根本就是这一次的 CP 值之王。今天呢，就来带大家开箱还有实测 iPhone 17的优点还有缺点，相机到底跟 Pro 系列差多少，还有新的散热表现还有续航状况怎样，到底值不值得升级？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。那这次呢，我选了这个超级好看的紫色，是淡淡很优雅的紫色，而且呢，这个颜色我觉得蛮偏正紫色的，没有偏粉啊，或是偏蓝。它整体的配色还有背面这个雾面玻璃质感都很不错，就是不会有塑胶感。而且我觉得这次17数字的颜色都还蛮好看的，这个紫色还有蓝色我没有办法选出第一名，你们觉得哪一个好看呢？那它整体的大小是跟上一代差不多的，只不过它的重量重了7克。不过拿在手上呢，还是非常的轻，然后大小适中，握感超好。在萤幕的部分，这次17的边框更窄，萤幕又更大了。其实这次这台17的萤幕，它跟16 Pro 或者17 Pro 的萤幕都一样大。而且更夸张的是，在官方资料的萤幕规格上面，17还有17 Pro 是完全一样的，都是6.3寸，据称有3倍抗刮能力的超磁晶盾第2代。最高峰值亮度也都升级到3000尼特，室外太阳太大，看得更清楚。这次萤幕还有一个超级大重点，就是过去专属于 Pro 系列的 Promotion 120Hz 自适应更新率下放了，而且是完整的1Hz 到120Hz 都支援哦，都支援。也就是说，现在 iPhone 17也有随选萤幕，随时都可以看时间。还没结束香的不止萤幕哦，这是17全系列的前镜头都升级到了同一个1800万像素 Center Stage 的前置镜头。这个镜头最特别就是采用了正方形的感光元件，也就是说现在自拍你就算直的拿也可以拍横式照片，拍团体自拍照你再也不用这样子拿相机了。但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它在广角现在变得超广，超级显脸小。然后这一次的对比啊、肤色各种细节都比以前好太多。我自己真的超爱这一次17系列的这个前置镜头，升级真的很有感。再来呢，讲到它的主镜头还有超广角，这边呢我们放一些 iPhone 17还有17 Pro Max 的实拍对比照。这一次呢 ，iPhone 17它的超广角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，我觉得跟17 Pro Max 差距真的蛮小的。你可以分得出来差距在哪吗？不管是在白天的光源下啊，或是晚上的噪点，表现都差不多。顶多是在主镜头的部分，17 Pro Max 的拍摄范围明显比较广一点，但是在细节啊或是颜色上面真的差不多。那虽然说这两个镜头看起来差不多，但是17它就是没有望远镜头。我觉得17还有17 Pro 系列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望远镜头哦。iPhone 17拍照放大最多就是数位变焦10倍，然后录影的时候是6倍。那如果是 Pro 系列的话，拍照可以到40倍数位变焦，然后录影是25倍。所以如果你要去演唱会什么的话，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哦。下定 iPhone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卖壳来保护它。你也想买 iPhone 17系列的壳，但是不想要牺牲厚度还有重量吗？那你应该认识主打超薄手机壳的日本品牌 Casefinet。这个品牌在日本超受欢迎的，从每个细节都可以感受到日本职人精神。我还特地问了几个 AI， 像是 Grok、Gemini、ChatGPT、Perplexity， 在搜寻日本唯一一个最有名的超薄手机壳品牌的时候，无论哪个 AI 都跟我推荐 Casefinet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最适合 iPhone 17系列的手机壳就是 Casefinet 他们家的这一款 The Invisible Ear 手机壳。
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这是一款超透明、超轻薄的壳，就是一种接近不存在的感觉。这款壳采用日本设计团队独家开发技术 InViclear， 让它能够长久保持透明不变黄，随时保持晶亮。重量只有约19克，薄度约1.2 mm， 超轻薄，而且它完全没有 logo， 我超爱的。装上 iPhone 17系列之后，真的是我用过最接近裸机感的手机壳，而且这个壳呢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 iPhone 都很适合，让你的 iPhone 17系列美美的颜色完全透出来。另外呢，如果你比较喜欢雾面款的手机壳的话 ，Caseventy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这个 The Frost Air Ultra 手机壳。这款呢是雾面设计，亲肤的手感超赞。不过呢，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非常在意变黄问题的话，建议选择前一款里 Invisible Air， 或者是它的另外一个颜色烟熏黑色款哦。这两款手机壳虽然轻薄，但是完全不牺牲实用度。它们都相容 MagSafe 磁吸功能，无线充电跟配件都完全没问题。镜头框也有加膏，避免镜头磨损。还有他们家的壳开孔都超级精准。你看这个充电孔，还有扬声器，还有侧边按钮，除了开得很准之外，也很好按，可以感受到日本职人的强迫症精神哦。这也是为什么 Caseventy 是日本少数拥有 Made for Google 官方认证的薄壳品牌。尤其是 iPhone 17系列本身就是主打轻薄，搭配同样超薄的 Caseventy 手机壳，真的是绝配组合啊！好消息，现在有 Caseventy 官方直送台湾免运费，不用担心运费问题哦。如果到日本旅游，也可以直接到尤多巴西或是 Big Camera 直接购买。现在我们苹果微频道还有专属折扣码 Apple6 100，限时购买满1200就打9折，杀超大！有兴趣的话，赶快点击下方链接去看看吧。不过说到相机呢，有一点蛮有感，就是这次17全系列，我觉得他们的拍摄色调都对黄皮肤比较友善，就是拍起来比较红润透亮，不像以前就是动不动就过锐啊，然后皮肤黑黑黄黄的。而且这次17系列还新增了一个超级黄皮肤友善的滤镜，就是它里面的摄影风格现在多了一个明亮模式。这个明亮模式我觉得就是针对亚洲人啊、黄种人去做优化的，尤其是在室内的时候，我觉得效果超好，套用起来那个皮肤真是吹弹可破，非常自然的变白，然后变亮，是不是真的蛮好看的？就是真的蛮推荐这个新的滤镜的。再讲到散热的部分呢，也是其中一个17还有17 Pro 的主要差异。因为17 Pro 系列这次针对散热真的有蛮大的进步的，像是它加入 VC 均热板啊，然后它的机身使用铝合金。那 iPhone 17这一代就没有特别针对散热去做升级，不过它的表现也不差啦。我们实际测试在室温26度，录影4K 60 frame， 拍摄 HDR 15分钟，记录下温度哦。那 iPhone 17呢，在15分钟之后，正面是43.5度，背面42.8度。iPhone 17 Pro Max 正面是39.6度，背面是40.5度，所以大概是差了2到4度左右，表现不算太差，就算是跟前几代的 Pro 系列比，也不算是很差。那讲到散热呢，就一定要提到续航。这次的续航比对16也是有升级的哦。影片播放时间比 iPhone 16多出了8个小时，实际使用 iPhone 17外拍了1个多小时，大量录影跟拍照之下呢，大约消耗了34%，而一整天下来则是用45%，所以续航算是很不错。而且这一次的快充也跟17 Pro 系列是一样的升级，用40瓦充电20分钟就可以从0%充到50%，超级快速。而且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一次呢有那么多的功能下放，它的价格竟然没有涨价，而且还给你双倍容量。上一代的16 128GB 的价格29,900元，这一次可以直接买到 iPhone 17 2倍的空间256GB。反观呢，反而是17 Pro 涨价喽。17 Pro 的最低容量这次也从128升到256GB，但是价格却涨了3000块，从36,900元涨到39,900元。相比之下呢 ，iPhone 17真的超香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在考虑这一代的话，有一个消息也蛮值得参考的，就是原本明年要推出的 iPhone 18有可能会被延到后年的春季，跟着 iPhone 18E 一起推出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呢？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苹果要推出折叠机了，那在明年的秋季发表会，这个折叠机出来，他们可能因为产品线的分布的关系，就会把 iPhone 18延到后年，跟着 iPhone 18E 一起推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有在考虑买 iPhone 的数字系列的话，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，因为之后有可能就要等到后年的春天了。最后呢，有很多人都会问到17还有17 Pro 的差异。那统整一下呢，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没有长焦镜头，然后它也没有4K 120 frame 的录影功能。
不过其他呢，在主镜头啊，或是超广角拍照，个人觉得品质没有差很多，就是主镜头窄了一点。数字系列呢，整体就是蛮适合日常需求的。我觉得旅游什么的拍起来也会很好看，而且它散热续航又很好。如果不介意这个6.3寸的萤幕的话，其实当成手游机也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有大量的在拍影片、照片，有预算的话，就建议直上 Pro Max， 因为它的散热更好啊，续航又更长。除此之外的用途呢，我觉得这次 iPhone 17真的超香的，萤幕大升级，颜色又好看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那你们喜欢这次的 iPhone 17吗？快点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感想。那我们今天的 iPhone 17开箱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